玄学大佬穿成豪门做金少夫人，全家居然可以听到我的心声。你说，就算是洗，我也不会碰你一根手指头。你以为给我下了药，我就会碰你？哼，你想得美！明天我就让律师拟定离婚协议。我是谁？我在哪儿？离婚是神马和离的意思吗？不过吾看你印堂暗沉，唇色发青，恐今晚就会有血光之灾，短寿之象。文双，你真是恶毒，得不到你想要的，现在又开始诅咒我了。你莫不是中了合欢散？文双，你少给我装！这是何处？如今是什么时代？难不成他先前摔倒磕到床角，将脑袋磕坏了？现在是21世纪，别告诉我你不知道。不管你是不是装的，这个婚离定了。21世纪，吾闻所未闻。你真是有病！如此无礼，难怪是短命之相。等会儿他经过一座桥时，会遭遇塌方之祸，虽能保住一命，但双腿截足，身体某处也会废。双腿和那里废了之后，自此他一蹶不振，伤图减色，倾家荡产，最后被人挖掉眼珠，人不人鬼不鬼的活着，不到1年就咬舌自尽了。字挺惨的，我还是早点跟他和离吧。这是什么情况？见鬼了！他刚刚明明没有开口说话，这难道是他的心声？和离的话，我应该可以带走嫁妆的吧？呵，你没有嫁妆，但只要你不再来纠缠我，我可以给你适当的补偿。至少补偿这个数。多少？1个亿？你还真是敢狮子大张口！1个亿就1个亿，只要你以后离我远点。哼！我说的是100两白银，他竟然要给我1个亿。虽然不知道21世纪的1个亿是多少，但听上去超多的，不错不错，一来就和离，还能瞬间暴富，简直太划算了。和离完我就可以去找个更年轻更帅气的相公了。傅思恒身体里的药效已经发作，浑身燥热，双腿发软，他立即给司机打电话。周叔，你现在来叶城酒店大门口接我。相公，你等等我。滚开，别跟着我。要不是为了1个亿，你当姑奶奶，我闲得慌跟着你出来。这马车无需马匹牵拉，竟能自行跑动，甚是稀奇。相公，待会不要过前面的那座桥，瞧一会就会塌。要是桥不塌，1个亿离婚费就没有了。周叔，换另一条道去医院。好的，大少爷。傅思恒压根不信温双真能说嘴，但他的鬼话说多了，他心里也有些犯嘀咕。绕道也就浪费个10来分钟。虽然现在他药效发作，忍得快要爆炸，但他更想验证温双是不是脑子磕坏了，再胡说八道。他怎么用这种眼神看着我？难不成他想将我当成他的解药？不行，吾乃修行之人，不能被一介凡人所迷惑。暂时应该回不去了，这个世界灵气稀薄，无法再追求大道。也许寻一个可心的男人，说不定会有种别样的体验。不过不急于一时，世间男子众多，这位动不动就黑脸凶唧唧的相公不在我的烈焰范围之内，他只是个过客。你总偷瞄我干什么？我们明天就要和离了，你不要迷恋姐只是传说。见过不要脸的，但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我也没见过偷看别人还理直气壮说别人不要脸的。车子驶到医院门口时，好几辆救护车驶了出来。医生，出什么事了？阳光桥10分钟前坍塌，出现严重事故，目前伤亡惨重，我们要赶过去急救。温双说的话竟然灵验了，难道他真的是穿越过来的？周叔，你怎么了？周叔还沉浸在阳光桥发生路面塌陷的震惊中，回不过神。大少夫人，刚刚要不是你，我们就出事了。多亏你们家大少还有点脑子，听了我的话，没有质疑过那条桥。大少夫人，你真的会看相算命吗？会啊，我还知道你很劲爆的秘密呢。大少夫人，究竟是什么劲爆的秘密呀？你夫人以为你今晚上夜班，正准备跟隔壁老王偷情，你现在赶回去还能抓现场。还有，你女儿不是你亲生的。周叔如遭雷击，虽然不太相信大少夫人的话，但周叔还是开车赶了回去。相公，我来了。玄学大佬穿成豪门做金少夫人，全家居然可以听到我的心声。大少爷，少夫人呢？他在洗手间呢。咋了？不会是他昨天说准了吧？对呀，少夫人真是太厉害了。我昨天赶回去，还真得抓了个正着。在我的逼问下，两人说出实情，女儿真不是我亲生的，
而是他俩偷情生下的。若不是少夫人，我这辈子都会被蒙在鼓里。若温霜真能看相算命，那么他说我公司会破产，被人挖掉眼珠，最后自尽了结生命，岂不是也会实现？温霜解决完内急，从洗手间出来。我堂堂玄学天才，有苦说不出啊！我和他之间的姻缘线不能立马就断了，若是断了的话，我这具身体很难活过3天。1年之内绝不能跟他离婚，为了回报他，我会护他富家周全。他什么意思啊？难道他真的换了个心思啊？不知为什么，突然听到他这个决定，傅思恒好像并不反感，反倒有种松了口气的感觉。鉴于他现在古里古怪的行径，他也不想今天就去离婚，想要将他留在身边，多观察一段时日。温霜，昨晚我说给你1个亿，今天去民政局离婚的事。相公且慢，离婚的事我们晚点再商议。我观你面相，你兄弟姐妹共有6人，包括你在内的6人，命运似乎都不太好。若是没有我替你们指点，怕是都得惨喜。就在这时，傅家一行人来到了病房。跟他离，大哥，你别再被他拿捏住。我看当初你若是娶温乐瑶，都比他强。说话的是傅思恒3弟傅兴洲，他是偶像101中人气最高的选手，迷妹无数。咦，3弟印堂发黑，死气缠身，命不久矣。可惜了，长得挺帅的一个小郎君。什么鬼？明明没有看到温霜张嘴说话，怎么突然听到了他的声音？跟在傅兴洲身后进来的还有傅爸、傅妈以及傅妈的妹妹何婉萍。除了何婉萍，傅爸傅妈也都听到了温霜诅咒傅兴洲的那道声音。温霜，你怎么屡教不改？看着别人出事，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哦嚯，婆婆还挺有豪门主母气质的，只可惜1年后就会被查出耶格，也就是这个时代的食道癌。查出后不到半年人就没了。不对，温霜好像没有张嘴，她是在心里咒我。我能听到温霜的心声。温霜，你不要变本加厉。唉，我这可怜的公公，妻子死后伤心欲绝，葬礼当天，小姨子打扮成妻子模样，给他下药爬床，他将小姨子当成妻子，事后被几个儿女捉奸在床，一世英名荡然无存，落得个孤苦无依睡桥洞的下场，最后竟然还咒完我3儿子，妻子现在又来咒我了，我最后怎么了？能不能将我的下场一次性说完？难道孤苦无依睡桥洞还不够惨吗？病房里一时之间安静如鸡，众人的目光都落在他身上。这家人全都盯着我，怎么回事？他们比炮灰还惨的命运又不是我造成的，他们应该被人下了咒吧？只可惜我现在灵力不够，暂时看不透是谁在幕后操控这一家人的悲惨命运。若不是1年之内我不能跟短命鬼相公和离，这家子的倒霉事我真不想管。不过也就当是积攒功德了吧。先从谁开始呢？先从最早死的傅家老三开始。3弟，你最近是不是谈恋爱了？傅兴洲猛地一惊，其他人都觉得温霜在胡说八道。傅兴洲身为偶像101中人气最高的练习生，如今正是当红的时候，他不可能谈恋爱。偶像谈恋爱等于自毁前途。温霜，你别污蔑我。老三的私生活比白纸还干净。对，我们家3儿子干净纯洁的，就连母蚊子都没有咬过他。夫人，少夫人真的懂看相算命。昨晚她算出我老婆出轨隔壁老王，我女儿不是亲生的。我回去真的捉到了奸，他俩也承认女儿不是我的。不会吧？温霜究竟什么时候会看相算命了？若他真懂那些，我们以后岂不是一个比一个惨？切，姐夫，别听温霜胡说八道。我早就说过，娶温霜进门等于娶了个丧门星。我那端庄美丽的婆婆大概不知道她妹妹一直都羡慕嫉妒她，还觊觎她的男人吧。她患上食道癌，就是因为她妹妹总给她做滚烫又香客的食物，让她身体日渐垮掉。这放在我们那个时代，真是堪比一出宫心计。玄学大佬穿成豪门做金少夫人，全家居然可以听到我的心声。温霜，你凭什么说我谈恋爱了？信不信我告你诽谤？嘿嘿，谈没谈，你心里不清楚吗？非得我点名？他大概还不知道他谈恋爱的对象是个……
温霜心里的话没说完，能听到他心声的几人，全都跟猫爪子抓似的。老三，你是真恋爱了？算是吧。儿子，你什么时候谈的？对方是什么人？你快带回家，让妈看看。妈，我跟他在一起才1个月，他有社交恐惧症，等时机成熟了，我再带他来见你们。等时机成熟，你都要到阴曹地府报道了吧？他什么意思？难不成是说我女朋友芊芊会害死我？芊芊那般单纯善良，连蟑螂都舍不得踩死，她怎么可能对我下狠手？温霜真是越说越离谱了。爸妈，大哥，明天晚上就是101的总决赛，我得去练武了。哈哈，公公婆婆马上就要多个儿媳妇了，也不知道公公婆婆得知他们家3儿子结的是冥婚，会是什么心情？哎呀，明晚总决赛就是恋爱脑的最后期限了，下场竟比他大哥还惨，不仅被挖心，死了骨灰都要被人换成狗骨灰。文霜，你从老三面相上看出什么了？我说了的话，相公可以晚一点再跟我和离吗？你表现好的话，可以晚点再离。大哥，他做成这样，你还跟他过什么呀？他不跟我过，你就只有死路一条。你被结了冥婚，阳气很快就会吸干。冥婚？温霜，你脑子被驴踢了是不是？我怎么可能被结冥婚？你现在的情况有点严重，需要我解决的话，需要给我挂钱。还挂钱？你给我滚！需要多少钱？我替他付。 500吧，但需要他亲自给我。不给，大哥，你不要信他的鬼话，我看上去哪里像是被结冥婚了？我看你嘴硬，你女朋友林芊芊半年前就死了，你跟她谈恋爱，莫名其妙对她死心塌地，就是因为你们结了冥婚的缘故。我是无神论者，芊芊是人，活生生的人。那你跟她牵手或是抱她时，不觉得她的手和身子都异于常人的冷吗？还有，她不出门是因为她不能见阳光。你那晚被几个小混混打劫，其实都不是人，而是鬼，是她找他们演一场戏，目的就是为了接近你。我勒个豆，那晚芊芊救我的事情，我谁也没有说过啊。貌似每次跟芊芊拥抱、牵手时，她都异于常人的冰冷。温霜说的不会都是真的吧？500块给我，这个护身符你贴身放着，只要你不拿出来，林芊芊就不敢靠近你，你也就知道她究竟是什么了。行，给你。若是你冤枉了芊芊，我一定会找你算账。哼！晚上，偶像101要进行总决赛，富爸、富妈、傅思恒和温霜一同前往录制现场。今晚的 C 位很可能会是傅星洲和齐泽东的其中一个。傅星洲正在后台准备时，已有林芊芊打了电话过来。星洲哥哥，我好难受，我好像快要死了。芊芊，你怎么了？我好痛，你快过来。傅星洲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他想都没想就跑了出去。星洲，比赛很快就要开始了，你要去哪里？我有点急事，需要出去一趟。比赛前我保证赶回来。好在公寓离录制现场不远，傅星洲很快就到了公寓。只见林芊芊脸色苍白如纸的躺在地上，她趴着的地方还有一团红色血渍。就当傅星洲快要碰到林芊芊时，她竟然消失不见了。傅星洲以为自己眼花了。芊芊，你人呢？你到底怎么了？星洲哥哥，你不要过来，你身上放了什么东西？芊芊难道怕我身上的护身符？难道她真的是鬼吗？不可能的。星洲哥哥，你不扔掉身上的东西，就是不爱我了。你再朝我靠近一步，我立马从这里跳下去。好，芊芊，我扔了，你快下来。芊芊，你以后别再吓我了。林芊芊下来后，就开始疯狂吸食傅星洲的阳气。芊芊，我好像有点困了，可我还要去参加比赛。比赛不重要，和我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是不是呀，星洲哥哥？比赛现场，傅思恒找了一大圈都没找到傅星洲，打电话也没人接听。唉，我今天在视频上刷到一句话，叫什么好言难劝该死的鬼，这话真是说的太好了。傅星洲那家伙扔掉了我给他的护身符，正在被女鬼吸食阳气，很快就要被挖心了。玄学大佬穿成豪门做金少夫人，全家居然可以听到我的心声。你这个女鬼，快住手！哟，臭脸相公竟还能看到鬼呢！这屋里真的有鬼啊！
看把我家老三害成啥鬼样子了！你们别多管闲事，他今晚必须死，他的阳气和心脏都得归我。相公，你去护着公公婆婆，我来对付女鬼。呵呵，就凭你们还想制服我？今晚我要将你们的阳气全都吸干。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不要啊！星舟哥哥，快来救我！姑若是1000年前，我定打得他跪下来叫我姑奶奶。以后要好好积攒功德，延长生命线的同时，早日恢复以往的修为与功力。傅星舟缓缓转醒，女鬼林芊芊的声音对他带着无限的蛊惑与魔力。芊芊，我在这呢。温霜，怎么又是你这个讨人厌的女人？你成天在我们傅家做天做地就算了，你别再来伤害我的女朋友。我的老天奶，她怎么不撒泡尿照照现在的鬼样子？元气都快被这女鬼吸干了，竟然还维护她。若她不是臭脸相公的弟弟，我真是懒得管她了。蠢东西，你自己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儿子啊，你大嫂是在帮你，你真是蠢到无药可救了。我怎么变成这样了？芊芊你，他那张俊美妖孽的脸，此刻苍白的近乎透明，毫无血色可言，眼脸下满是乌青，整个人像是被浓郁的死气缠绕，随时好似要魂归黄泉。星舟哥哥，既然你已经发现了，那么也别怪我不客气。林芊芊，你往哪里跑？随即一道符咒打到了林芊芊身上，这道符聚集了温霜现如今所有的功力。符咒闪过一道微弱的金光，女鬼像是被烈火中烧过一般，发出一声凄厉惨叫后倒在了地上。大师，我错了，我错了，求你不要将我打得灰飞烟灭。已经真的是个女鬼，为什么要骗我？星舟哥，我对你是真心的，我没想过隐瞒我的身份，只是人鬼殊途，我怕你知道后就不理我了。哎呦，现在的女鬼都这么会演戏了吗？放我以前那个年代，会是个很好的戏子吧？林芊芊，说实话。大师，我现在是星舟哥哥的老婆，我和他结了冥婚，我们的关系在阴司是合法的。如果我知道你是鬼，我绝不可能喜欢你，也不可能和你交往。至于你说的冥婚，我从没有答应过。结冥婚需要你的生辰八字、头发或是指甲之类的东西。你在参加比赛时，有没有将你的生辰八字、头发或是指甲给别人？好像没有吧。哦，对了，有次我看到保姆吴婶去陆之地给齐泽送东西，齐泽一直视我为竞争对手，而且吴婶还是齐泽的远房亲戚，会不会是他？那我想起来了，有次我找大师给老三算命，在电话中说过老三的生辰八字，吴婶就在旁边。你是齐泽的前女友吧？啊！你还是齐泽的前女友？知道你害死傅星舟后，你会有什么下场吗？你不会直接灰飞烟灭，那样对你来说太过轻松了。你会被打入地狱，强行被脱去衣服，赤身裸体爬刀山，忍受刀割之苦，还要在热油锅翻炸。受刑结束后，还会被打入畜生道，历经多是畜生之苦。为了个害死你全家的渣男，值得吗？林芊芊，你胡说八道什么？我爸妈是在我小时候去仓库时被一场意外的大火烧死的，怎么可能与齐泽哥哥有关？而且当时亲戚都想要抢夺霸占我家的财产，是齐泽哥哥一家收留了无家可归的我。在我心中，齐泽哥哥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呵呵，齐泽从小就很聪明，小年纪对化学就很感兴趣。你家仓库失火，是齐泽利用他学到的化学知识，将那些试剂按照事先计算好的比例撒在仓库角落。等你父母去清点布料时，他拿出引火装置，小小的火星落下，仓库瞬间被引燃，而且门窗都被他和他父亲锁住。你父母只能在烈火中挣扎，最终被烧成焦炭。不可能，一定是你胡编乱造，想要挑拨我和齐泽哥哥的关系。齐泽哥哥和他父母是除了我父母外对我最好的人。傅星舟是个恋爱脑，没想到这女鬼也是啊。短视频里都说了，恋爱脑没好下场，果真如此。恋爱脑好惨，我他妈再也不想当恋爱脑了。玄学大佬穿成豪门做金少夫人，全家居然可以听到我的心声。芊芊，
你任务完成了吗？傅兴洲已经死了。芊芊，你太棒了！齐泽哥哥，你为什么要让我害死傅兴洲啊？反正现在傅兴洲已经死了，给他说了也没啥关系。傅兴洲什么都压我一头，学习比我好，家境比我好，就连我暗恋的女生也喜欢他。而我呢，父亲迷恋赌博，还对我非打即骂。上了大学，父亲欠下一大笔赌债，要债的人3天2头的上门。若是还不上债，就连我都要挨打。我只能出卖自己的颜值和身体，悄悄跟一些富婆在一起。但是我心脏不太好，只能换心。恰好你的心脏与我的匹配，所以你早就知道我的心脏和你的心脏匹配是吗？是啊，我还没说完呢。现在我签约了一家爱豆娱乐公司，公司让我来参加偶像101，只要我能 C 位出道，我就能还清父亲的赌债，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可是傅兴洲也来了，尽管我很努力了，可人气还是比傅兴洲逊色。傅家那么有钱，他当个纨绔阔少爷不好吗？非得过来跟我竞争。我说完了，芊芊知道我秘密的，无论是人还是鬼，都只能从这个世上消失。齐泽忽然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符纸，朝林芊芊额头上拍去。虚空道长说过，只要将这张符纸拍在林芊芊额头，她就会灰飞烟灭。果不其然，林芊芊瞬间倒在了地上，然后消失了。齐泽，你怎么跑到后台来休息了？等会儿你上场，一定要好好表现，拿下这次比赛的 C 位。若是你拿不到 C 位，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母亲！给我滚！我不会再给你1分钱。齐泽，我是你爸，你从小到大做的事情我都清楚。你小学6年级的时候，利用你的化学天赋，在仓库烧死了林芊芊的父母。你长大后，为了钱跟好些个富婆睡过。你为了林芊芊的心脏，在她饮食里下慢性毒药，导致她肾衰竭死亡。你做的一件件、一桩桩坏事，我都录了视频。只要我交给警方，你这辈子都毁了。什么？你这个混蛋！你把手机给我！我的好儿子，证据我自然不会放在手机里，我悄悄找地方存了起来。只要你乖乖听我的话，拿钱给我，我是不会曝光的。毕竟你是我的儿子，也是我的摇钱树啊。当年烧死林芊芊父母，若不是你当着我的面快要叫我妈打死，我怎么会受你的胁迫？既然证据被你藏起来了，那么你死了，应该也不会再有人知道了吧？我是你父亲，你怎么敢？反正我手上沾染了人命，也不差你这一条。齐泽，原来我父母的死竟是你害的。不仅如此，你还给我下慢性毒药，让我早死，你太狠了。你不是？哈哈，你是想说我已经灰飞烟灭了是吗？齐泽，我最信任的人一直是你，没想到伤我最深的竟然也是你，我要打了你。林芊芊，你疯了，你先冷静一下。冷静不了一，我真是没想到，你居然从小就坏到了骨子里，今天我要你血债血偿。齐泽念出虚空道长告诉他的口诀，林芊芊是他的鬼奴，应该只听从他的指使。可这次口诀竟已经失效了。别念了，温霜大师已经替我解决了我和你之间的鬼奴协议，你无法再控制我了。温霜是谁？难道比虚空道长还要厉害吗？对了，傅兴洲没有死，我不会再使替你害人性命了。但今晚我要亲手了结你的性命，替我爸妈还有我自己报仇。且慢，你生前没有害过人性命，还曾捐钱给福利院做过好事，积过阴德。若是你现在杀了他，沾染上人命，为了这种人去受第4集说的那种苦，不值得。他犯了法，自会有法律去制裁。好吧，大师，我听你的。你是谁？为什么要多管闲事？她是我大嫂，厉害吧？嘿嘿。哼，就算你们听到我和我父亲的对话又如何？你们有实质性的证据证明我害死了林芊芊一家吗？大师，让我嘎了他，我宁愿下18层地狱受罚。不用，我相公去拿证据了，很快就回来了。不一会儿，傅思恒就过来了，他身后还有几个穿着制服的警察。我拿到了其父藏起来的证据，已经交给警方了。妻子，你犯下的命案铁证如山，跟我们回警局好好交代你的罪行。玄学大佬穿成豪门做金少夫人，
全家居然可以听到我的心声。大嫂，谢了，请收下我的膝盖，我从此就是你的头号铁粉了。哇哇哇！老三竟给了我这么多钱，7位数就是100万吧？发财了发财了！人间小富婆就是我呀！老三本性还是不错的，不过，咦，他印堂上的死期怎么还在？哦，原来他还有一劫，最后的下场还是要被挖心。我怎么总是逃不掉被挖心的悲惨结局？可怜的老三，不过只要有儿媳妇在，我家老三的命运一定会有所改变的。明天我就去医院检查食管。傅妈现在已经彻底相信温双的能力，一想到他死后，葬礼那天老傅跟一妹子搞到一起，傅妈就恨得牙痒痒。老婆，好端端的，你往死里掐我干什么？我一死你就跟一妹子滚床单，你不是人。我对你妹妹真没有半点想法，我这辈子只爱你。明天我陪你去医院检查，只要提前预防，肯定不会有问题的。相公，你替我捐50万出去做慈善。为何？泄露了天机啊！傅思恒没有再多问什么，按温双的要求替他捐了50万出去。温双感觉到有丝功德金光进入了身体，他感觉到了一丝灵力与暖意。大嫂，我们俩加个绿泡泡吧，以后你有什么需要，只要吩咐一声，三弟我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也会替你办到。行吧。等我积攒功德，延长生命线后，我就跟他大哥和离，用这个时代的话来说就是离婚，等离了婚再将他拉黑吧。不过他今晚有场好哥们聚会，他若是去参加了，就会什么？难不成今晚就是我的另一个死劫？大嫂，您倒是一口气说完啊！傅兴洲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就在这时，他手机铃声响起，是跟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哥们苏沫打来的电话。苏沫大学在国外留学，他这2天回国了，邀请傅兴洲今晚出去一起聚会。去吧去吧，去了今晚就没命再回来了。我跟苏沫认识10几年了，苏沫不会也要害我的性命吧？包养齐泽的富婆王姐得知齐泽被送进去与傅兴洲有关后，他会在傅兴洲今晚聚餐的会所买通服务员，服务员会在傅兴洲的酒水里下药，傅兴洲上洗手间时会被富婆王姐安排的雇佣兵悄悄带到非洲，最后身上的器官全都被挖走。唉，真惨！我的老天奶，我上辈子是做了什么天理不容的事吗？看到100万的份上，还是提醒一下他吧。三弟，你今晚最好哪也别去。大嫂，我今晚不出去能逃过死劫吗？他还挺聪明嘞，竟然知道今晚是他的死劫。最近3天不出去的话是能逃过的，3天后王姐就会被爆出非法集资，被捕入狱。还好我能听到大嫂的心声，感谢老天奶给了我这个金手指，不然我真要死翘翘了。大嫂从此就是我的神。医生，检查结果怎么样？从食管镜和病理结果来看，你的食管黏膜已经处于癌前病变的边缘，细胞增生活跃，要是再晚来一阵，等恶化病变，后果不堪设想。医生，那现在需要手术吗？还不用手术，好在发现及时，后续定期内镜复查，密切监控病变情况，再配合严格的饮食调整、作息规律，就能把身体的内环境调整过来。还好听到了儿媳妇的心声，我回去得好好感谢她。回到家后，傅妈准备挑选一套珠宝首饰送给温双，结果她发现一枚价值1000万的鸽子蛋戒指不见了。玄学大佬穿成豪门做金少夫人，全家居然可以听到我的心声。婉萍，我丢了一件上千万的首饰，你有见过吗？姐，你钻戒不见了，叫我来干什么？难不成你还怀疑我偷了你的钻戒不成？管家说，今天进过我房间的人就只有你。姐，我进你房间是送洗净的衣物，你钻戒丢了，怎么能怪到我头上呢？依我看，肯定是你那个不学无术的大儿媳妇偷的。之前有几次你首饰不见了，不都是她偷的吗？啧，我只是睡个午觉而已，怎么成背锅侠了？双双，妈知道不是你，我只说我丢了件价值1000万的首饰，并没有具体说明是什么。你怎么知道我丢的是枚钻戒？何婉萍内心有些心虚和慌乱。我偷过几次，姐从没有怀疑过我。
况且这次我将钻戒藏到了一个无人能找到的地方，以姐的性子，定会相信我的。姐，我俩父母走得早，以前家里条件不好，父母只能供养一个大学生，我宁愿让你上，我也不上。我们是最亲的人，你怎么能怀疑到我头上？你真是寒了我的心。当年何婉萍难道不是因为早恋，压根读不进去了才会退学的吗？为了让我婆婆愧疚，这些年一直拿这件事说话，我婆婆弥补她的还不够吗？看到我公公婆婆创业成功，还生育了6个孩子，何婉萍早就嫉妒的想让我婆婆快点一命呜呼，她好上位了。我婆婆还将她当成亲妹妹，而人家早就想要李代桃僵，顶替她富家主母的位置了。婉萍，你敢发誓吗？姐，你今儿个是怎么了？我是你妹，怎么可能偷你的钻戒？若是连你都不相信我了，我活在这世上还有什么意思？你要我以死证明自己清白吗？既然你没拿，我便报警，让警方来调查。我倒要看看家贼究竟是谁。一定是你这个不学无术的大儿媳。自从她嫁进来，你都丢了多少首饰了？何婉萍还真是有恃无恐啊。不过想想也是，她都将戒指吞进肚子里了，就算将衣服脱光也搜不出来啊。等事后她将钻戒再排出来，就能占为己有了。不过真脏啊，就算洗净了也感觉有味。妈，自从你上次首饰丢失后，我就在你首饰盒里装了隐形监控。我刚调了监控，已经查出是谁偷了你戒指。思恒，难不成你也怀疑你小姨？小姨，你将戒指藏进肚子里了，这件事若是报警，你是要被判重刑的。将戒指吞进肚子里的事，只有我自己知道。难道首饰盒里真的装了隐形监控？相公，你真聪明。姐，我知道错了，我将钻戒拉出来后还给你，我再也不敢偷拿你的东西了。之前几次我首饰不见，都是你偷的吧？你竟栽赃陷害到我儿媳妇身上，你该跟她道歉。姐，我若是不道歉，我现在就让思恒报警。对不起。声音太小了，我听不见你说了什么。对不起，行了吗？你这几次偷窃的东西，我不会再去追究。你肚子里藏着的那枚钻戒，就当买断了我们这些年的姐妹情，以后我和你不再有任何关系。姐，你怎么可以说出这么残忍的话？哼，给你30分钟，收拾好东西了，和你老公离开。何婉如，你娘家就我这么一个妹妹了，你不好好对我，以后死了哪来的脸去见爸妈？你这个冷血无情的女人，我诅咒你下半辈子都得不到幸福。妹妹的事情刚解决，二女儿又带着小外孙回来了，不知道婆婆知道她二女儿遭遇的那些事情后，会不会被气晕过去？玄学大佬穿成豪门做金少夫人，全家居然可以听到我的心声。小宝，叫外婆。不叫，她是老外婆，不是好人。小宝，你怎么能这样说外婆呢？傅桑榆，你捏疼我了，果然你们一家都不是好人。我说了不想过来的，你非得让我跟着过来。肖安宇，桑榆是你妈妈，你怎么能吐她口水？我要回家，我要告诉爸爸、奶奶还有姑姑，你们傅家人欺负我。你这小屁孩再没礼貌，我可揍你了！你敢？傅桑榆，你替我打死这个坏女人！都怪你没用，你在傅家不受宠，害我也被欺负。你不配当我妈。你怎么今天突然回来了？我还以为你将我这个妈忘了。妈，我婆婆下月出生日宴，想邀请您和爸、大哥大嫂还有弟弟妹妹们一起过去。当初驸马打算让桑榆跟邺城最优秀的贵公子周金墨订婚，结果桑榆和周金墨接触一段时间后就断绝了来往。后来他不顾家人反对，连大学都没有念完，就偷户口本悄悄跟单亲家庭，母亲还是做皮条生意的萧景燕领了证，这才导致跟家人产生了很大的隔阂。原本傅桑榆是没脸回来送请柬的，但婆婆在家里闹得不行，说她不回来送请柬就让萧景燕跟她离婚。桑榆，当初你要嫁进萧家时，我就说过，我不会认那种女人当亲家母，她的生日宴我们一家绝不会过去。咦，二妹这女生难没，两耳反阔，婚姻不顺，印堂发黑，若能度过大劫，便是二婚之命，且投胎生女。这是什么情况？这不是温霜的声音吗？可他明明没有张嘴呀。
大嫂，你刚刚说什么？傅桑榆话没说完就被傅妈打住了。你大嫂刚刚什么都没有说，她只是替你教训一下不懂礼貌的孩子。傅桑榆，你不是我爸的老婆吗？为什么要让外人欺负你儿子？你若是不替我打死那个坏女人，你就是个没用的妈。傅桑榆正要说点什么，突然一只大手朝萧安宇后衣领伸了过来。4岁就这么肆无忌惮，无理取闹，敢在我们傅家叫嚣了？要不要让我这个大舅舅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欺负？大舅舅，我错了，我不想摔成弱智。给你大舅妈道歉。眼看傅思恒就要松手，萧安宇只能满脸不服气的道歉。对不起，我错了。你跟谁道歉呢？大舅妈。哼，什么大舅妈？他又不是二妹的亲儿子。傅家人全都愣住，尤其是傅桑榆，再次听到温双说话的声音。这次他敢确定，温双刚刚没有张过嘴巴。咦，他们几个怎么都用那种怪怪的眼神看着我？是不是我太 beautiful 了？要是我现在告诉大家萧安宇不是二妹亲生的，他们应该不会相信我，而且还会觉得我是个疯子吧？什么？小宝不是我亲生的？这怎么可能呢？真是搞不懂，大哥怎么娶了个胡言乱语的女人？妈，大哥，三弟，你们今天就当我和小宝没有回来过吧。说完，傅桑榆就带着萧安宇离开了傅家。妈，你还是将二妹叫回来，让她在家里住个几天吧。若是她回到婆家，婆家得知她没有邀请到傅家人，她老公就会实施第二个计划，到时她性命难保。傅妈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她快速追了出去。妈，你不用留我知道当年没有听你的话，远嫁给萧景砚，让你丢了脸，以后我尽量少回来给你添堵。你和爸就当没有我这个女儿吧。你爸去了画室，等下就会回来，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难道连你爸的面都不见一下？我没脸面对你和爸。不管怎样，等你爸回来了再说吧。坏女人，我要回家，我讨厌待在这里。傅妈现在对温双的心声是100%信任。温双说这个孩子不是桑榆的亲生儿子，肯定就不是的。傅桑榆犹豫几秒后还是答应了，随后带着萧安宇上了楼，傅妈则是回到了客厅。思恒，你这是做什么？这是桑榆和萧安宇喝过的杯子，我见萧安宇长得不像桑榆，我打算去给他俩做个 DNA 鉴定。哇，臭脸相公挺厉害的嘞，竟然能敏锐地发觉他二妹的儿子不是他亲生的。嘿嘿，这还不是能听到你心声的功劳？玄学大佬穿成豪门做金少夫人，全家居然可以听到我的心声。其实我也知道，若是我们一家不去参加桑榆婆婆的生日宴，她会不受婆家重视，但我实在不想跟那种亲家来往。不来往是对的，人家让你们过去，也是想借傅家的地位和权势拉投资。傅家人都是炮灰命运，等到家道中落，没有了利用价值，人家也不会好好对你们女儿。不过桑榆活不到傅家破产，这次你们不去参加生日宴，她婆家发现她不受傅家重视后，她老公就会带她出国，借着带她度假的名义，带她去看海底星空，而且他已经提前替她买好了保险。古有陈世美为富贵图妻儿，今有萧景砚为富贵杀妻骗保。什么？萧景砚竟然还打了杀妻骗保的盘算，他简直畜生不如。傅桑榆将萧安宇哄睡着，他刚下楼就听到了温双的心声。二姐，你跟我来。二姐，你是不是也能听到大嫂的心声？心中，温双是不是脑子出了什么问题？她总在心里吐槽景砚。景砚确实买了人身意外保险，但那份保险是夫妻双方的。景砚说，若是她出了什么事故，我也可以得到一份保障。二姐，她若是单买你的意外保险，她就会有杀妻骗保的嫌疑；若是买双方的，她就可以摆脱嫌疑。哼，在萧家，除了婆婆对我不是太好，景砚和小姑子都对我很好，尤其是景砚，她是三好老公，你不认同他是你二姐夫就算了，但别跟温双同一个鼻孔出气。二姐，你看我，差点被鬼女友林芊芊吸干阳气，若不是大嫂，你这次回来就得参加我葬礼了。你怕不是在说笑吧？这世上哪有什么鬼不鬼的？二姐，你觉得我会拿这种事骗你吗？大嫂真是有本事的，她的心声全都是保真的信息，你若不信，肯定会后悔的。傅桑榆刚要说点什么，他又听到客厅里温双的心声传来。萧景砚马上要过来了，他来打探傅家人口风，
看看能不能从傅家拿到巨额投资。二妹真是傻，傅家人往她卡里打的生活费，她竟然全都拿去给萧景砚投资了。萧景砚早就拿着那笔钱在国外置了业，等他实施第二个计划，拿到巨额保险后，就会带着他心爱的女人和儿子定居国外。他怕二妹死后戾气太大，还会找大师在海里设下锁魂阵，让二妹永世不得超生。心中，你不觉得温霜很过分吗？他都没有跟景砚接触过，竟然将他说的那般十恶不赦。二姐，大哥拿着你和萧安宇喝过的杯子去做鉴定了，今晚就会出结果，你先别急着出去找大嫂理论。还有，他不是在心里说萧景砚马上就要来了，还要找我们家拉投资吗？你等着看他说的会不会应验就行了。景砚今天在云城出差，他不会过来的。傅桑榆话音刚落，外面就传来管家的声音：“夫人，萧姑爷来。”什么？萧景砚真的过来了？傅桑榆立即来到客厅，果不其然，萧景砚真的来了。景砚，你不是在云城出差吗？怎么过来了？我怕你带着儿子回来受委屈，想过来陪你。老婆，还有一件事，最近公司出现了经济危机，需要5000万资金的缺口，你能不能跟你家人商量一下，帮助公司度过这个难关？萧景砚今天过来，真的是想让我家人给他投资的，而且他一张口就是5000万。若是没有听到温霜那些心声，傅桑榆绝对不会多想。老婆，若是不方便的话就算了。对了，妈50岁生日宴，你家人答应去参加了吗？景砚，我很抱歉。没关系的，老婆，我知道我妈曾经做那种事将我养大，让人很是瞧不起。我妈不该让你过来送请柬的。你等会儿问问你爸妈和大哥，看他们能不能看在你的面子上，给我公司投资。若是不愿意的话就算了，我实在不想看到你受委屈。等会儿吃完饭，我就去跟我爸妈还有大哥说。辛苦你了，老婆。玄学大佬穿成豪门做金少夫人，全家居然可以听到我的心声。鉴定结果出来了，我还没有拆封，二妹你来拆。小宝肯定是我的儿子，我不拆都知道结果。大哥，你真的是多此一举，我来拆。傅妈拆开文件袋，从里面拿出鉴定结果，没有一点点意外，鉴定结果跟温霜说的一样。桑榆你自己看吧。傅桑榆看到白纸黑字上写着排除傅桑榆与萧安宇之间存在亲生血缘关系那一行字时，他耳朵里嗡嗡作响，脑海里顿时一片空白。大哥，会不会是你拿错了样本？我九死一生才生下的孩子，怎么可能不是我的呢？桑榆，我不会拿这种事开玩笑。傅桑榆知道，在傅家他大哥做事最为严谨。二妹，早点认清现实，还能保命。哎，二妹其实挺可怜的，4年前她生下的其实是个女儿，只可惜女儿生下后就被……后面的话温霜没有在心里说完，傅家人听得抓耳挠腮，急得不行。傅桑榆脑子里已经乱成了一团，他生孩子时大出血，生下孩子听到哭声后就晕了过去。再次醒来时，萧景砚就将小宝抱到了他身边，他从未怀疑过小宝不是他生下的孩子。爸妈，大哥，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小宝怎么可能不是我的孩子呢？现在只爆出小宝不是二妹生的孩子，她就快受不了了。若是她知道她老公的小三其实就在她身边，她会不会崩溃？景砚的小三，她怎么可能有小三？她每天下班后都会按时回家，逢年过节都会陪在我和孩子身边，我随时可以去公司查岗，她的手机也可以随时让我翻看，我从未察觉出任何异样啊。二妹老公的情人已经悄悄来到邺城了，她老公打算趁二妹睡着后再跟情人去约会。我要不要告诉傅家人呢？难怪每次二妹老公去偷情，二妹没有察觉，原来是在她睡觉前喝的牛奶里下了安眠药。我睡觉前喝牛奶的事，温霜怎么知道的？难道她真的会看相算命？温霜将傅思恒拉到一边，提醒他几句后就回房睡觉去了。今晚萧景砚给你端的牛奶，你悄悄倒掉，不要喝。若是你不信温霜的心声，半夜我们可以跟着萧景砚出去看看。我倒想看看萧景砚找的小三是哪个贱女人。等会儿萧景砚问你投资的事，你就说我们家正在考虑，暂时不要将他惹急。知道了，大哥。今天的信息量太大，傅桑榆脑子里一片混乱。尽管他不相信温霜的话，但他知道他爸妈、大哥不会害他的。老婆，你爸妈答应给公司投资了吗？他们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说是要考虑一下。你眼眶怎么红红的？都怪老公没用，若不是公司私心遇到难关，也不会让你来娘家借钱。老婆，你受委屈了。若是以前傅桑榆听到萧景砚说这些话，他肯定会心疼和感动。
可这会儿他心里又慌又乱，他真的很害怕温霜说的一切都是真的。若我生下的是女儿，我的女儿又去了哪里？该不会，不可能的。老婆，你的睡前牛奶我加热了，你趁热喝。老公，我手机落在客厅沙发上了，你去帮我拿一下吧。萧景砚出去后，傅桑榆立即将牛奶倒进了洗手池，他留了一点，抹到自己嘴角。萧景砚从客厅回来后，看到桑榆嘴角残留着的牛奶渍，他很是放心。只要熬到半夜，就能证实温霜说的话是不是真的了。没有一点意外，半夜萧景砚果然出去了。几乎在萧景砚离开的一瞬，傅家人聚集到了客厅。出啥事了？你晚上跟我说，半夜注意萧景砚的动静，他几分钟前出门了。哦，出去见他的情人了呗。我让人悄悄跟踪了过去，等下会发视频过来。哇哦，精彩刺激的偷情画面就要来了。二妹估计做梦都想不到她老公出轨的对象竟是她身边人吧。玄学大佬穿成豪门做金少夫人，全家居然可以听到我的心声。二姐，你从视频里认出小三是谁了吗？她当然认出来了，毕竟这几年一直将那人当成亲妹妹般看待呢。萧景砚出轨的对象难道是萧雨嫣？其实萧景砚和萧雨嫣并不是亲兄妹，他俩从小是青梅竹马，原本两人约定好萧景砚大学毕业后就结婚的。但萧景砚上大学时遇到了桑榆，他想要少奋斗20年，想要改变家里贫困的境地，想要出人头地，所以他开始处心积虑接近桑榆。桑榆和周金墨闹翻后，他还真趁虚而入找到了机会。唉，若是桑榆知道他和周金墨闹翻产生的误会都是萧景砚搞鬼，不知道他会不会后悔。偷拍的画面太过于精彩，足以让桑榆全身寒凉刺骨。大嫂，对不起，我之前对你不敬，是我太过愚蠢。你现在能看清楚你老公真面目也不晚，毕竟还没有到杀妻骗保那一步。大嫂，你能帮我算算，我的女儿还在吗？她去了哪里？是谁将她调包了？你将她的生辰八字告诉我。桑榆快速说出她生孩子的时间。你婆婆重男轻女，萧雨嫣那年同时怀上你老公的孩子，她生下的是儿子，你生下的是女儿。你婆婆不想让你老公养2个孩子，于是她将你和萧雨嫣的孩子调包了。儿媳妇，那小鱼的女儿还活着吗？她女儿还活着，不过我暂时还掐算不出来具体位置。唉，也不知道是不是今天开天眼消耗了太多精神力的缘故，太阳穴有点像针刺般疼了。傅思恒听到温霜心声，他立即走到她身前，将她打横抱了起来。很晚了，我抱你回房休息。臭脸相公不是最讨厌我吗？今儿个怎么突然抱我了？傅思恒将一脸懵的温霜抱回了房间后，又回到了客厅。爸妈，大哥，三弟，我决定跟萧景砚离婚了。小鱼，你先忍几天，我先去调查小外甥女被调包的事，等到萧景砚母亲生日宴那天，将一切都曝光。好，大哥，我听你的。妈知道你现在心里很难受，但正如你大嫂所说，早点认清萧景砚的真面目，未尝不是件好事，一切都还来得及。妈，是我不对，当年不该不听你和爸的话，执意远嫁给萧景砚的。所以说，女孩子结婚要找的不是对你好的人，而是找一个他本身就很好的人。翌日，萧景砚确定傅家人不愿前去参加他母亲生日宴，也不会给他公司投资后，他准备带着桑榆和萧安宇离开傅家。老公，我身体有点不舒服，等婆婆生日宴那天再回去。萧景砚内心不爽，但当着萧家人的面，他又不好多说桑榆什么。老婆，你多在娘家住几天也行，你养好身体，妈生日宴那天你一定要回来，我们一家人还要拍全家福，不能缺了你。萧景砚离开傅家后，直接去酒店接了萧雨嫣。妈妈，你都不知道，傅桑榆家里人全都欺负我。小宝，你不要叫我妈妈。你本来就是我亲妈妈，傅桑榆那个没用的女人又不在这里。妈妈，你不要害怕，小宝很聪明的，从没有在傅桑榆面前露过馅。小宝再坚持一下，再过不久，爸爸妈妈就能光明正大的跟你生活在一起了。哥哥，小宝在傅家受了委屈，着实是傅桑榆没用，没有护好他。这件事我不想就这样算了。你打算怎么做？赵公子不是说只要将傅桑榆送到他床上，就给我们投资吗？反正妈的生日宴，傅家人不会过来，我们设计让傅桑榆跟赵公子睡了，
让他身败名裂，到时你再借口带他出国散心，也好实施你的另一个计划。好，就按你说的办。傅家人得知萧景砚的真面目后，全家都陪着桑榆回宁城参加萧母生日宴。萧景砚和萧雨嫣还真是恶毒啊！他俩为了骗保拿到巨额赔偿，竟想出了一个让二妹身败名裂的恶毒计划。到底是什么身败名裂的恶毒计划？你能不能一次性说完？急死我了！等会儿我还是单独跟我那位臭脸相公说一下，让他提醒桑榆注意明天宴会上酒水有问题。玄学大佬穿成豪门做金少夫人，全家居然可以听到我的心声。难怪你老婆天天在心里吐槽你是臭脸相公，你自己照照镜子，天天都绷着张脸，难怪不被你老婆喜欢。我从小就这样，以前怎么不见说我？你就不能有点笑容吗？你这样怎么可能讨你老婆欢心？妈，我对温霜又没有兴趣，她不喜欢更好。臭小子，你全身上下嘴最硬是吧？你再这样口是心非不讨喜，小心以后追妻火葬场。好了，回归正题，明天萧景砚母亲生日宴，你要提前做好预防和安排，不要让你二妹受到伤害。放心，我会安排好的。第二天，萧母生日宴在宁城5星级酒店举行。不好意思，我来晚了。萧景砚感觉到傅桑榆情绪有些冷淡，他以为他是在娘家受了委屈。老婆，回娘家不开心的事就别再想了，以后老公会好好爱你的。生日宴快开始了，我们进去吧。哎呦，姐姐你终于来了。赵公子，你看桑榆姐姐今天是不是超级漂亮？赵公子是宁城有名的纨绔，他最喜欢玩的就是有妇之夫。不错，确实挺漂亮。生日宴进行到一半时，萧雨嫣让安排好的服务员端了杯酒给傅桑榆。桑榆姐姐，我们一起敬妈一杯酒吧。好啊。傅桑榆喝完酒后回到座位上没多久，他就表现出一副不太舒服的样子。桑榆姐姐，你怎么了？雨嫣，我头有点不舒服，你能扶我去休息室吗？当然可以。萧雨嫣扶着桑榆到了其中一间休息室。傅桑榆，你别怪我狠心，我让你做了萧景砚老婆5年，已经是格外开恩了。以后我就要跟萧景砚、萧安宇去过一家3口的美好生活了。服务员按照萧雨嫣的指示，时间一到，他就跑到宴会厅对萧母说道：萧夫人，我刚看到你儿媳妇和一个男人亲密无间的前往休息室了。萧母自是知道萧景砚和萧雨嫣想要让傅桑榆身败名裂的计划，为了让宴会厅里更多人知道，他故意加大声音说道：什么？我儿媳妇和野男人去开房了？婆婆生日宴上，儿媳妇和野男人去开房，这么劲爆的吗？萧母的儿媳妇是叶城傅家那边的2千金，听说傅家特别有钱。不过今天生日宴上没有看到傅家来人，想必傅家是看不上萧家的。被亲家看不起，儿媳妇还在她生日宴会出轨别的男人，萧母真是可怜啊！我不信我儿媳妇会做出那样的事，你肯定是看错了。萧夫人，我没有看错，不信的话，我带您过去亲眼看一看。好，你带我过去。很快，一行人就到了休息室门口，暧昧的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天啦，萧夫人儿媳妇还真是出轨野男人了。萧夫人儿媳妇不是名门千金吗？怎么会如此放荡？知人知面不知心，外表清纯，内心淫荡呗。萧母见大家都在指责傅桑榆，她唇角忍不住勾了勾，差点憋不住笑。傅桑榆，你身为名门千金，怎能如此恬不知耻？你们傅家是怎么教养的你？你嫁到我们萧家后，什么都不用做，我家景砚好生养着你，你却背着他偷人，还是在我50岁生日宴这么重要的日子里。我儿子是邺城大学的高材生，你连大学都没有读完，你能嫁给他是你的福气，你这样对我儿子，你就不怕遭报应吗？我还以为你是什么大家闺秀，原来就是个不要脸的贱货。萧母走到床边，她猛地掀开被子。小贱蹄子，我倒要看看你勾引的是哪个野男人，你可真够不要脸的。萧母话没说完，她看到床上意乱情迷的男女后，猛地怔住。那不是萧景砚和萧雨嫣吗？他俩怎么会？天啦，并不是傅桑榆出轨，而是萧景砚和萧雨嫣。我的三观都快要炸开了，今天来参加生日宴，没想到会看到这么刺激的一幕。刚刚两人正在兴头上，萧母突然冲进来捉奸，导致了严重的马上风，这下他们真的是锁死了。完了完了，原本被捉奸的人不该是桑榆和赵公子吗？为什么会变成我和萧雨嫣？
玄学大佬穿成豪门做金少夫人，全家居然可以听到我的心声。萧景砚，你们怎么敢？老婆，你听我解释。傅桑榆上前，狠狠朝萧景砚脸上甩了一巴掌。傅桑榆，你竟敢打我儿子！回过神的萧母扬起手，猛地朝傅桑榆脸上甩去，但下一秒，他手腕被傅桑榆扣住。以前傅桑榆敬萧母是萧景砚母亲，无论他怎么刁难他，他从未还过手。但此刻他不想再忍了，傅桑榆反手直接抽了萧母一巴掌。贱人，你竟敢打我！究竟谁才是贱人？你们一家才是，大家都长了眼睛。萧景砚和萧雨嫣偷情，你还有脸打我？贱人，是你设计的景砚和雨嫣吧？你会不得好死的！作恶多端，不得好死的人是你们！你们萧家骗婚我二妹，你卖掉我二妹生下的女儿，将她女儿和萧雨嫣生下的儿子进行调包，纵容萧雨嫣和你儿子在我二妹眼皮子底下偷情，你还有脸打我二妹？萧母和床上的萧景砚、萧雨嫣全都瞳孔地震。完了完了，萧安宇的身份，傅家人全都知道了。傅桑榆不是不受傅家人宠爱的吗？为什么傅家人会出现在我的生日宴上？桑榆他大哥，这其中肯定是有误会。景砚和雨嫣今晚是被人设计了，你不要。就在这时，一个30来岁的女人从休息室外面走了进来。萧母看到女人的一瞬，她瞬间瘫坐到了地上。女人是萧家村唯一一个到宁城市医院上班的女医生。当年萧母花了一笔钱给了女医生封口费，她才能成功调包2个孩子。我二妹的亲生女儿被萧母卖给谁了？她卖给了一个女人。你这个贱人，你还我女儿！我没有做过，她冤枉我。呵，傅少爷，这是他和那个女人的通话记录，我悄悄录了下来。萧母顿时面如死灰，她知道他们一家彻底的玩完了。傅思恒已经拨打了报警电话，没一会儿，警察就过来，将萧母和女医生一并带走了。萧景砚和萧雨嫣因为身体分不开，2人被医护人员抬到了医院。从5星级酒店离开时，一群记者冲了出来，不知是谁掀开了2人身上盖着的被子，将那不堪的一幕全都拍了下来。到医院后，尽管2人分开了，但萧景砚那里已经废了。最后，傅家请了邺城最厉害的金牌律师打官司，萧景砚被迫和傅桑榆离了婚。由于他和萧雨嫣还有萧母的丑闻，让他公司名声尽毁。以往傅思恒介绍的客户得知他跟傅桑榆离婚后，也纷纷提出解约。傅桑榆逃过死劫后，温霜感觉有丝金光注入体内。看来我拯救傅家人炮灰命运，不仅能延长自己生命线，还能积攒功德和灵气。星舟，上次大嫂帮了你，你给她送了什么？我要将我手上的钱都给她，她却不要。要不你给大嫂送名牌包和化妆品吧。行，对了，星舟，大嫂怎么还会看相算命了？以前你不是说她很做的吗？这次跟她相处，我觉得她人超好。我听大嫂心声，她好像是什么1000年前的玄学天才。也就是说，大嫂换了个心子。应该是的，若不是现在的大嫂，我和你估计早就去见阎王了。若大嫂真是1000年前的玄学天才，她来到这个世界肯定会感到很陌生和孤单。以后我们要好好敬重和爱护她。若是大哥对她不好，我们一定要站在大嫂这边。那是必须的，我现在可是大嫂的头号铁粉。傅桑榆跟傅星舟说完话后，就拉着温霜直奔商场。大嫂，你看中什么款式的包，直接拿下就行，我替你买单，你千万别再拒绝了。好好好。挑完包，傅桑榆又拉着温霜去买化妆品和衣服。2人正准备进一家店时，傅桑榆的腿突然被人撞了一下。漂亮阿姨，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阿姨没事的，你有没有撞疼？甜甜，爸爸跟你说过，不要乱跑。一道低沉磁性的嗓音从不远处响起。傅桑榆不知想到什么，他猛地抬起头。是他，周金墨。玄学大佬穿成豪门做金少夫人，全家居然可以听到我的心声。啊！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二姑子的正缘出现了，不仅如此，他的女儿也找到了。大嫂刚刚说了什么？我的正缘？不，我的女儿也找到了。鱼，方才撞到你腿上的小女孩，就是你亲生的女。大嫂，是真的吗？是真的。等桑榆反应过来时，
周金墨已经带着女儿坐车离开了。嫂子，我的女儿为什么会成为周金墨的女儿？因为你前婆婆将你的女儿卖给了周金墨现在的未婚妻。啊，周金墨的未婚妻是江雪见吗？是的，当初桑榆给周金墨写信，约他前往公园见面。那封信送到周金墨宿舍后，被萧景砚悄悄调换了。萧景砚会模仿别人字迹，他模仿桑榆的字，重新写了封信。信中以桑榆的口吻写到他对周金墨没有半点好感，希望他以后离他远一点，不要再去打扰他的生活。周金墨看到信后特别生气和难受，他为了气桑榆找了江雪见演戏。后来桑榆去找他，看到了他将江雪见搂进怀里的一幕，两人由此产生误会。桑榆和周金墨闹掰后，萧景砚趁虚而入，为了加快跟桑榆发展的进度，那年暑假桑榆和朋友在外面聚会，萧景砚悄悄在他酒里下了药，桑榆头昏脑胀，进错了房间。好巧不巧，桑榆进的房间是周金墨的。周金墨回国的那晚恰好喝醉了，他被桑榆强行推倒在床上，两人稀里糊涂发生了最亲密的关系。我的老天奶，难道……两人睡着后，江雪见和萧景砚找到了他们，看到床上生米煮成熟饭的二人，江雪见和萧景砚牙龈都快咬碎，于是二人合谋由萧景砚抱着桑榆离开，而江雪见则是脱光衣服躺在周金墨身边。后来没多久，桑榆意外怀孕，萧景砚将她怀孕的消息告诉了江雪见，于是江雪见买通医生，伪造怀孕的迹象。等桑榆九死一生生下女儿后，江雪见便派人从萧母手中将她女儿买走，然后她再抱着女儿跟周金墨相认。周金墨做了亲子鉴定，发现女儿是他的亲生骨肉后，便将女儿留在了身边，让江雪见成为了他的未婚妻。我的个老天奶，真狗血啊！傅桑榆通过温霜的心声，将来龙去脉都弄清楚了。鱼，你要不要找个机会拿到小女孩的头发，跟她做个亲子鉴定？桑榆已经完全相信温霜的能力，压根不需要做亲子鉴定。大嫂，谢谢你。那位周先生是你的正缘，你和他之间有误会，你要主动跟他解释清楚，若不然你俩还会蹉跎很多年。桑榆现在对感情已经没有任何想法，他只想认回自己的女儿。回到傅家后，桑榆将他从温霜新生那里听到的真相全都告诉了傅家人。傅妈得知桑榆的第一次给了周金墨，生的女儿也是周金墨的，她难以置信又惊喜不已。她一直都想让桑榆跟周金墨在一起，这简直就是天赐的缘分啊！我现在就跟金墨打电话。妈，这件事让我自己去处理吧。老婆，你现在告诉周金墨当年真相，他一时之间也难以置信，让桑榆自己去处理吧。他经历了这么大的事情，我相信他已经成熟懂事了。二姐，你前小姑子捅了你前夫10几刀，连命根子都被砍断了，她被抓了，你前夫生死不明，哈哈，他俩的事现在成了宁城的头条新闻。萧景砚就算能醒过来，也将成为一个半死不活的残废，不过这也是他作恶的下场。他还不上巨额债务，居然想出了一个十分下作的办法，将萧雨嫣送到那些要债的男人的床上。萧雨嫣为此染上了脏病，她难以相信自己从小喜欢的男人会变得面目全非，她崩溃了，精神上出现了问题。其实萧景砚那样自私自利的男人，她谁都不爱，她最爱的只有她自己。萧家人进的进大牢，伤残的伤残，就只剩萧安宇那个熊孩子了。熊孩子被社区送到了福利院，在里面受到欺负后才想起桑榆的好，马上就会给桑榆打电话，哭着求桑榆接他出去，希望桑榆不要心软，若真将他接到身边抚养，到时他会和女儿起冲突，那熊孩子天生就是坏种。果不其然，温霜新生刚结束，桑榆就接到了福利院打来的电话。桑榆当着傅家人的面将手机按了免提键。妈妈，你在哪里？你快来接我好不好？萧安宇，萧雨嫣才是你妈妈，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我和你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妈妈，我知道错了，以前都是奶奶和萧雨嫣在我面前说你坏话，我才会对你不尊重，我以后绝不那样了。你以前那么爱我的，你应该不忍心看到我在福利院受苦的，是不是？妈妈，求求你了，
你带我离开吧，我以后会好好爱你的。妈妈，我需要你。不待肖安宇说完，傅桑榆直接挂断了电话。他绝不会再让自己成为一个圣母。嘿嘿，又是一个清醒过来的恋爱脑。大嫂，我大哥是个贞洁烈男，昨晚他都破天荒穿灰色运动裤勾你了，你还看不出来吗？他对你有想法了。臭脸相公是不错的，但我的心是五角星，这里不像1000年前需要女人3从4德，只要离婚了，我就能左拥右抱，所以我绝不会为了一个男人做贤妻良母的。不怪儿媳妇，是我儿子魅力还不够。大嫂好有趣，好想带他去夜城点男模。双双，今天高考结束了，我们一会一起去接小妹哈。好呀。下午，傅家一行人前往傅思彤考试的学校去接她，但左等右等，直到6点，还是没有看到傅思彤身影。思彤怎么还没有出来？不会是考试过程中出什么问题了吧？妈，不仅是小妹没有出来，偏然也没有出来。叶偏然是傅家资助的贫困生，从初中开始就跟傅思彤在同一个学校、同一个班级。平时放假了，叶偏然也会住到傅家。考试不能带手机，我们又进不去学校，这要怎么联系他们？星洲，将思彤小妹的照片拿给我。傅星洲立即明白过来温双的意思，连忙从手机相册里翻出傅思彤的照片。思彤小妹已经从学校后门离开了，她和男朋友、闺蜜一起去了机场，3人准备来场说走就走的毕业旅行。什么男朋友？思彤从小就乖巧听话，她都很少跟男生在一起玩过，怎么可能突然就交了男朋友？双双，你算出思彤去了哪里吗？思彤小妹去了机场，她马上就会给你打电话。果不其然，温双话音刚落，傅妈的手机铃声就响了。思彤，你在哪呢？我和你爸、2姐、3哥，还有你大嫂在你考试的校门口等你。妈妈，对不起，我和偏然订好了去云城旅游的机票，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机场。有了傅桑榆的前车之鉴，傅妈很怕自己小女儿也被骗了。思彤，你听妈妈的话，现在回家。妈妈，我从小按照你的安排，你让我往东，我从不往西，每次放假我都不出去，乖乖待在家里。我以前还小，你和爸爸担心我，我能理解。可现在我成年了，我长大了，妈妈，我想出去玩，你不要干涉阻止我好不好？1个星期后我就会回来的，你不要担心。思彤，每次寒暑假，爸爸妈妈都会带着你出去旅游，国内外的城市，你想去哪里，爸妈都会带你过去。你若想去云城，你先回来，爸妈买好票了再带你过去。妈妈，你能不能不要控制心这么强？我就不能有点自己的想法了吗？你放心，我会保护好自己的。唉，即便婆婆气成这样，思彤小妹还是不会回来的。她是铁了心要跟男朋友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天然，要不我们还是不去了，等我跟爸妈说好后再去吧。你若是不想去的话，也可以不去，但你等下要怎么跟班长说？班长叫宋玉，他不仅成绩优异，各种竞赛拿奖拿到手软，还是他们学校的校草。当然，他若只有这些优点的话，傅思彤也不会喜欢和暗恋他。最重要的，思彤认出他是当年他落水时就他出来的那个男孩。也正是因为这次落水引起高烧不退，导致他的左耳感染严重，听力受到极大影响，就此失去了左耳的听觉功能。思彤，我想了想，要不还是算了吧。我看电话里阿姨有些生气了，若是你真的去了，估计他们会以为我怂恿的你，到时大学费用不愿给我资助了。你也知道我和你的情况不一样，我无父无母，若是叔叔阿姨不再资助我，我估计都上不了大学了。这次旅游是我强行拉你一起过来的，若是我爸妈怪罪下来，我一人承担，就算他们不给你资助了，我的零花钱也够你上大学的。玄学大佬穿成豪门做金少夫人，全家居然可以听到我的心声。各位女士，不好意思，您不能登机。思彤为什么不能登机？她明明买的是这个航班的机票，上面通知的，具体情况我们不清楚。傅思彤看到不少人朝他看来，他贝齿咬住唇瓣，力度大的几乎要咬出血来，眼眶里泛起难堪的水雾。他知道，肯定是他家人通知了航空公司。他看上去还很小，不会是犯了什么事吧？长得挺乖的，
不像是犯罪分子啊！你们乱说什么？她是乖乖女，从未做过坏事。哼，没做过坏事，怎么连鸡都蹬不了？那人说话的声音在傅思彤右耳这边，傅思彤心里的委屈和难受瞬间达到了最顶点。是我爸爸妈妈不让我出去。说完，他朝机场外面跑去。彤彤，其实我也觉得，我们这次说走就走，还不告诉父母的旅行，有些过于冲动。你是你爸妈的掌上明珠，他们担心你的安危是能理解的。等你回去跟他们沟通好了，我们再去也不迟。从小到大，我一直按他们的期望生活着，听他们的话，好好学习，和他们认可的人交朋友，从未有过忤逆他们的时候。可是这样的生活真的好累，我突然好羡慕翩然，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那般肆意、阳光、独立，而我却像一朵菟丝花。你妈妈也是爱之深，责之切，先回家好好沟通，旅行的事还有很多机会呢。宋玉，你都买好了机票，订好了酒店，要不你和翩然一起去吧？彤彤，你不去的话，我和叶翩然也不会去的。下次有机会我们再一起去。可是你会损失不少钱，要不我转给你吧？你若说这话，我就要生气了。你现在是我女朋友，花这点钱怎么了？以后我还要娶彤彤呢。今日份的我等于98%的酸加2%的单身。温双没有跟着富爸富妈一起回夫家，他还从没有去过富氏集团，准备去看看。早上臭脸相公没有理我，好像真的生气了，我还是得去哄哄的。若是他一气之下强行要跟我解除婚约，我岂不是要嗝屁？不行的，不行的。很快，温双就来到富氏集团。你怎么过来了？这还是他第一次来集团，他不会是发现我今早生闷气，特意来哄我的吧？早上你出门时脸色不太好，我特意过来哄哄你。傅思恒紧抿着的薄唇忍不住微微上扬。嘿嘿，他果然是来哄我的。然而下一秒，他就听到，最近我在网上学到一句话，只要给想听谎言的人讲好听的话，就会发大财。对了，我们没有接到思彤小妹，婆婆很生气，你还是早点下班回家吧。温双和傅思恒回到傅家别墅时，恰好听到从机场回来的傅思彤的哭诉。从小到大，我一直都很听你们的话，但我是一个成年人了，我也要有自由的时间，为什么你们非得让我难堪？我只是出去旅个游，你们还要派人将我押回来，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爱我这与我牢笼，你们懂这句话的意思吗？思彤，你觉得妈妈会害你吗？你不要总是说这句话，因为会让我感到无比窒息。有时候我真的很羡慕翩然，若你们总是这样管制我，我宁愿当个孤儿。傅思彤，你怎么能用这种口吻跟妈说话？妈对你来说就只有窒息吗？你读了这么多年的书，是不是全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为什么考完不出来跟爸妈说一声？在傅家，傅思彤最怕的就是大哥。傅思恒一发话，他就不敢再说什么了。你们现在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的，恋爱脑上头了，只想去挖野菜了。身边有个猖鬼闺蜜，还有个让他以后多次流产的家暴男，富家小妹以后也是过得惨兮兮的。当当，是大嫂在说话吗？可我并没有看到大嫂张嘴啊，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这是大嫂的心声？玄学大佬穿成豪门做金少夫人，全家居然可以听到我的心声。双双心声里所说的猖鬼闺蜜，指的是叶翩然吗？还有让思彤流产多次的家暴男，难道是她刚交往的男朋友？在场的除了傅思彤，傅家其他人对温双的心声已经是200%相信了。傅妈脸色难看到了极点，先不说以后会变成家暴男的那个男孩，毕竟他连面都还没见过。令他意外的是叶翩然，傅家资助了他将近6年时间，他怎么可以当个白眼呢？我为什么能听到大嫂的心声？为什么她要在心里腹诽冤枉我的闺蜜和男朋友？大嫂说的那些，我是一个字都不信的。我和翩然认识了6年，她就是我人生至暗时刻一束璀璨的光。在学校我被欺负时，翩然总是第一个冲上前维护我，她陪着我哭过、笑过，让我变得坚强和勇敢。宋玉就更加不用说了，当年我在池塘溺水，若不是她救了我，我早就死了。大嫂说宋玉以后让我多次流产，还家暴我，简直是一派胡言。翩然，今晚我们家要开家庭会议，我让司机送你回去。叔叔阿姨，对不起，是我不好，没有劝住彤彤，以后我保证再也不会发生那样的事了。你这孩子，赶紧起来。妈，说走就走的旅行不关翩然任何事，是我强行拉着他一起去的。
你们不能将责任推到偏然身上。如果你们要赶偏然离开的话，我也会跟着他一起离开。若是你们强行将我关起来，我就绝食。傅妈闻言，眼前一阵发黑。她没想到，向来乖巧听话的小女儿，叛逆起来真能将人气个半死。哎，这不就是当年的我吗？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今天有点晚了，先让叶翩然在家里住下。那行，翩然，你先回房休息吧。见家里人不再让叶翩然离开，傅思彤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与此同时，他心里还有些小小的雀跃。以往我一直很听父母哥哥的话，从不会有百年忤逆。这是我第一次鼓起勇气违抗父母意愿，去争取自己想要的。没想到成功了。我和宋玉恋爱的事，只要我坚持的话，父母肯定也会同意的。彤彤，我先上楼了。翩然，你放心，只要有我在，谁都不能将你赶走。叶翩然上楼后，傅妈和傅桑榆单独将傅思彤叫到了书房，母女俩轮番跟傅思彤说最近这段时间傅家发生的事。你二姐差点被杀妻骗保，连女儿都被人调包，你三哥交了个鬼女友，差点被吸干阳气，还有你妈我，差点患上食道癌，葬礼那天被你小姨爬你爸的床，这一件件一桩桩的事都被你大嫂算出来了。妈知道你大嫂说叶翩然是昌鬼闺蜜，你交的男朋友是家暴男，让你很难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但它一定是真的。思彤，爸妈不会害你，你尽快跟这两个人撇清关系。小妹，以前我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一心想着爱情，根本不听父母的劝，觉得他们不懂我的想法，不理解我想要追求的幸福，我不顾他们的反对，毅然远嫁。刚开始嫁进萧家，我对未来生活满是憧憬，觉得只要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什么困难都能克服。可真的到了那边，离开了熟悉的家，离开了爸妈的庇护，我才慢慢发现，生活里那些琐碎的事儿，那些磕磕绊绊，远比我想象中要复杂。每当遇到委屈，遇到难处，身边连个能真正依靠倾诉的亲人都没有。可即便那样，我也只能自己独自承受，因为我还傻傻的以为萧景砚深爱着我。直到上次回家，听到大嫂心声，亲眼看到萧景砚和萧雨嫣出轨，我才相信一切都是真的。小妹，父母吃过的盐比我们走过的路还要多，也许他们对你是有些约束，但是他们绝对不会害你的。还有大嫂，她就是上苍派来拯救我们傅家的，你千万要相信她，不能对她不敬呀。妈，大姐，我知道你们是为了我好，但我也有自己的思想和判断。就算大嫂会看相算命，但她也不可能算准每一个人吧。我和翩然相处了6年，她是什么人，我心里很清楚。还有宋玉，她除了家里没什么钱，各方面都很优秀。她和其二姐夫不一样，她有自己的能力，不需要我们家帮衬她什么。希望你们不要再说他俩的坏话了，不然我真的要生气了。玄学大佬穿成豪门做金少夫人，全家居然可以听到我的心声。幸好以后我不打算生孩子，要是生出几个恋爱脑，乳腺都要堵了。其实也不能怪思彤小妹护着昌鬼闺蜜了，毕竟昌鬼闺蜜藕吃得多，有800个心眼子。让我来看看昌鬼闺蜜平时是怎么哄骗思彤小妹的。快说快说，我们也很想知道。思彤小妹以前英语成绩不错，后来成绩下滑，竟是因为叶翩然跟她说英语老师不分青红皂白体罚她，天天在思彤小妹面前吐槽抱怨英语老师戴有色眼镜，嫌贫爱富。时间一长，思彤小妹也受了影响，因为她发现英语老师对她特别好，觉得英语老师是因为知道傅家有钱才会对她好的。她没想明白，是因为她英语成绩好才会被老师看中的啊！我却是因为翩然的抱怨，对英语老师产生了偏见。还有那次英语老师体罚翩然，让翩然晕倒进了医务室。英语老师为什么不体罚别人，要体罚叶翩然？还不是因为他在校外看到叶翩然跟个小混混在一起，他说了几句就被叶翩然记恨上，到学校后不交作业，还跟英语老师顶嘴，才会被罚的。则叶翩然跟混混男友交往时，时不时在思彤小妹面前说她男友有多坏有多渣，思彤小妹劝她分手，叶翩然说提分手的话，混混男友会找她麻烦。思彤小妹还傻里傻气，将自己零花钱和名牌包包送给叶翩然，让她拿钱摆脱混混男友。叶翩然和混混男友纠缠了很久，分手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思彤小妹的劝说，
竟是因为，哈哈哈，竟是因为……又来了，竟是因为什么？大嫂，你倒是快说啊！急死我了！这是什么情况？大家都一脸殷切地看着大嫂，之前不是都很讨厌她的吗？哈哈哈，不行了，我要笑鼠了！叶翩然竟是因为看上了我家臭脸相公。我的老天奶，这也可以？叶翩然看出来傅思恒不喜欢原来的温霜，两人是塑料夫妻，他便有了非分之想。放假来傅家小住时，悄悄偷走了傅思恒一条内裤。每次佣人替傅思恒晾晒在阳台上的内裤，他都会盯着看许久。艾玛，这是什么特殊癖好？我的内裤脏了，等下就全扔掉，重新买新的。天然绝不会是那样的人，他怎么可能会肖想大哥，还偷大哥内裤？以前只是听说大嫂做天做地，没想到他现在变本加厉，还学会诽谤别人了。够了！彤彤，怎么了？没事，他这是在怪我说他呢。干嘛呢？这是思彤小妹对我好像挺有意见的，我又没说什么。她昌鬼闺蜜偷了我家臭脸相公的内裤，藏在行李箱里，我还没找她算账呢。这怎么可能呢？天然不会做那么变态的事的。傅思彤上楼后，傅思恒嗓音低沉的开口：“我让人将叶翩然交过的混混男友找出来。”哇，臭脸相公居然知道叶翩然交过混混男友呢，他还挺聪明的嘛。要让思彤小妹远离昌鬼闺蜜，是得从叶翩然的混混男友下手。傅思恒有些尴尬的咳了咳，除了资助前调查过叶翩然，后来就没有再调查了。若不是听到温霜心声，他和家人也不知道叶翩然交往过一个混混男友。深夜，傅思彤躺在床上辗转难眠。好烦呀！明明和大嫂接触不多，天然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可脑海里总是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大嫂的心声。要不我就去看一眼，就一眼。若是行李箱里没有藏大哥的内裤，就说明大嫂是胡说八道的。如此想着，傅思彤下了床，轻手轻脚地朝着行李箱走去。就在傅思彤蹲下身子准备打开叶翩然行李箱时，他突然听到叶翩然叫他的声音：“彤彤，你在干什么？”傅思彤差点吓得灵魂出窍。我有点睡不着，打算从箱子里拿蓝牙耳机。幸好我的行李箱和叶翩然的放在一起，他应该没有看出什么来吧。彤彤，你今晚为了维护我受委屈了。以前我还有点羡慕你投胎到了一个好家庭，深入了解后才发现你活得好压抑，好窒息。听到叶翩然的话，傅思彤鼻尖微微发酸。最好的闺蜜才能对她的心情感同身受吧。我真该死，怎么能相信大嫂的胡言乱语，想要去翻翩然的行李箱呢？玄学大佬穿成豪门做金少夫人，全家居然可以听到我的心声。哇哇哇，哥哥千万，新的最好看。要是知道21世纪不用出门就能看到这么多帅哥，我早该穿过来了。正在书房的傅兴洲和傅思恒听到了从隔壁传来的心声。哈哈，大哥，不好色的玄学天才是搞不成大事的。没事，就算以后大嫂后宫3000，你也是正宫娘娘，再不济也能弄个恒贵妃的头衔。怎么，你迫不及待想要当总管太监了？大哥，我就是随口一说，你不会真要让我当小周子吧？文，说正事。中午我们一家人去叶城大饭店吃饭，你去订间包厢。这恒贵妃，妈，让翩然跟我们一起去吃饭吧。要是翩然不去的话，我也不去了。彤彤你，小妹，你带上翩然吧。嘿嘿，傅大哥好像对我不一般，他是不是对我产生好感了？中午，傅家一行人到达叶城大饭店后，就见饭店大厅里坐着一桌杀马特小混混，他们喝了酒，正大声叫嚣着。杨彪，他怎么会来这里吃饭？嘿嘿，我懂了，原来臭脸相公让叶翩然过来一起吃饭是有原因的，真是腹黑又睿智的霸总。那个说话最大声的小混混就是叶翩然的前男友杨彪，他最近迷上了赌博，正愁着没钱，打算找叶翩然再要些钱呢。毕竟当初分手也是叶翩然拿着思彤小妹给他的钱全都给了杨彪，他才同意。他还答应杨彪，等他哪天成了霸总夫人，就将杨彪提携到傅氏集团，让他成为高管。哎，豆腐都有脑，叶翩然却没有。傅思彤听到温霜的心声，他下意识朝叶翩然看去。那个小混混不会真被大嫂说中是翩然前男友吧？哎呦，思彤小妹最后的结局竟是被家暴男抛弃后，又被人在大街上乱刀砍死的。砍死她的人正是叶翩然这位混混男友。
混混男友一直记恨着思彤小妹，毕竟当初叶翩然跟她分手时说的理由是她闺蜜觉得她不好，闺蜜劝她分手，她扛不住压力，怕闺蜜得知她没分手，闺蜜家不给她资助了。傅家人内心震惊不已，傅思彤脊椎骨渗出一股寒意。不可能，这一切都只是大嫂的一面之词，我不信大嫂还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就在这时，叶翩然手机信息声响了一下，叶翩然低头看了一眼，是杨彪发来的信息。我在餐厅后门等你，我要见你一面，若是你不来，我就闯进包厢。若是我不去，他可能真会闯进来，我绝不能让傅家人看到杨彪。彤彤，我去上个洗手间。要我陪你一起去吗？不用，我自己去就好。思彤小妹，你闺蜜去见她前男友了，你要不要跟过去听听他们说了什么？大嫂，我没有偷听别人说话的不良癖好。大嫂说什么你照做就是。走，我跟你一起去。小妹，你在怕些什么？你是怕大嫂都说中了，你心里的信念与美好会崩塌是吗？再过2个月你就要去上大学了，到了大学，天南海北优秀学子聚集在一起，就不会有人再嘲笑你左耳失聪的问题了。你仔细想想，以前嘲笑你缺陷的人，是不是成绩都不如你，反倒是成绩好的没有笑话过你，对吧？等你上了好大学，都是优秀的人，说不定你就能遇到真正跟你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你要明白一个道理，朋友与认识相处的时间长短无关，而是与真心和爱有关。傅思彤没有再说话，他被傅星洲拉到了离后门不远的一个角落里。彪哥，我们已经分手了，我也给了你10万块，你说过不会再来打扰我的。翩然，我最近赌博输了钱，你再给我弄点钱过来，反正你那闺蜜家里有钱，你看你现在一身名牌，不了解你的还以为你也是有钱人家的千金小姐呢。彪哥，我们已经分手了，你不能再找我要钱了，更何况我手里也没有钱了。当初我不同意分手，你偏要分，你说分了也会给老子鲜花的，你现在是要骗老子？分手是因为我闺蜜说你不是好人，跟你在一起没有前途。她说她大哥跟她大嫂感情不好，以后想让我做她嫂子，如果我能成为她嫂子，以后就有用不完的钱，我也可以给彪哥你找一份高管的工作。我是被闺蜜家资助的贫困生，闺蜜说的话我自然要听的，不然他们家不资助我了，我以后上学怎么办？翩然，你确定你真能成为傅氏集团的总裁夫人吗？今天傅大哥还叫我一起过来吃饭，我昨晚回到傅家，看到傅大哥和他的花瓶太太还在分房睡，傅大哥肯定会跟他的花瓶太太离婚的。等我上大学后，我就找机会跟傅大哥告白，他一定会接受我的，毕竟我年轻，长得也还不错。彪哥，你若是想以后有花不完的钱，你就不能再找我了。我闺蜜和她家人都在包厢，若是被他们发现我和你的关系，以后我就不能成为总裁夫人了。傅思彤听到叶翩然对杨彪说的那些话，她气得浑身都在发抖。那是我劝叶翩然分手，还不是因为翩然总在我面前抱怨她男朋友人品不好，我才劝她分手的嘛。她怎么可以颠倒黑白，还肖想我大哥，想要取代我大嫂的位置呢？就在傅思彤准备冲出去时，他又听到一句令他更加震惊的话：玄学大佬穿成豪门做金少夫人，全家居然可以听到我的心声。叶翩然，若是你有钱了，敢甩掉老子，老子就将你当初处心积虑接近你闺蜜的真相曝光。当初她是小龙子的事，是你让我找人在你们学校传开的。你那时因为贫穷被班上几个有钱的女孩欺负，你为了讨好他们，也为了以后能有钱用，还告密你们校霸陆文也喜欢你闺蜜的事。你胡说！你明知那几个有钱的女孩中有一个喜欢陆文业，你那样做就是为了将矛头引到你闺蜜身上。果不其然，你闺蜜是小龙子以及校霸暗恋她的事曝光后，她就成了众矢之的。在你闺蜜最脆弱不堪的时候，你像阳光天使一样进入她黑暗的世界。这几年你从她那里捞到的好处远不止10万吧？你现在快点将手里剩下的钱拿给我！你真当我是傻子？就你这种货色，还想成为总裁夫人？你闺蜜年纪小看不亲人，但她大哥是傅氏集团总裁，绝不可能蠢到不要原配要你这种货色。他那种级别的男人，要什么名媛千金没有？叶翩然脸色白了又青，青了又白，他此刻想要捅死杨彪的心都有了。你凭什么说傅大哥不会喜欢我？我最大的资本就是年轻。小说里不是很多霸总都喜欢清纯大学生吗？我并不觉得自己哪里差了。再说我是傅家资助的贫困生，我能住在傅家，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为了摆脱杨彪的继续纠缠，叶翩然将手机里剩下的2万块全都转给了他。反正我没钱了，也可以装可怜找傅思彤那个白痴啊。
杨彪收了叶翩然的钱，确认他没有多余的钱后，才放他离开。离开后，叶翩然进到洗手间，平复了一下心情，整理好自己后，才回到包厢。为什么他们看我的眼神都怪怪的？他们不会还在怪我昨天和傅思彤不告而别去机场的事吧？我怎么都没想到，我本人叫做小笼子，被人孤立，竟是叶翩然处心积虑的设计。过往那些欢笑、倾诉、陪伴，居然全都是伪装。傅思彤的心好像要硬生生被什么撕开了一般，难受至极。彤彤，你怎么了？你看起来好像不太开心。傅思彤紧抿着唇瓣，没有说话。傅妈见此，她想要说点什么，傅爸拉了下她，让女儿自己处理。若是她得知真相后，还贪恋那份虚假的闺蜜情，脑子就真可以拿出去捐了。吃完饭，一行人回到傅家别墅。一到家，傅思彤就朝楼上跑去，叶翩然连忙跟了上去。彤彤，出什么事了吗？傅思彤没有说话，她直接打开叶翩然的行李箱。彤彤，你翻我行李箱干什么？傅思彤推开叶翩然，她朝行李箱里层翻去，果不其然，在里层翻到了一条男士内裤。看牌子和款式是大哥的。彤彤，这是我前男友的，我之前将行李箱借给了他，我没想到他内裤还在我箱子里。够了，你还要继续骗我吗？当初让苏小雅他们孤立嘲笑我的人就是你，你让我跌进深渊，又虚情假意成为我的救赎，享受着我们嫁给你的一切。明明是你自己不停在我面前说你混混男友的坏话，我身为你闺蜜，当然要建议你分手。你反过头来却当着混混男友的面说我的不是，你还肖想成为我大嫂。叶翩然，你还是人吗？我将你当成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一，可你呢，却是那个将我推进深渊的恶魔。叶翩然脸色唰的一下变得惨白如纸，嘴唇止不住颤抖。她万万没想到，她和杨彪的对话全都让傅思彤听到了。彤彤，一定是你听错了，我6年前还那么小，怎么可能有那样的心机呢？你误会我了，我平时对你怎么样，你心里还不清楚吗？傅思彤直接拿出手机，她将录音功能点开。你还要狡辩吗？叶翩然瞬间面如死灰，她身子不稳地往后退了好几步。都怪我昨天答应跟你去机场，让你家人对我起了疑心，我就不该答应你去机场的。叶翩然，我和我家人待你不薄，资助你6年，你没有生出报恩之心就算了，你还要肖想不该属于你的东西，你哪来的脸？真面目已经被撕开，叶翩然也顾不上其他了。她知道傅家人肯定不会再继续资助她了，也不会再让她和傅思彤成为好闺蜜了。她索性将内心的情绪全都发泄出来。你们傅家资助我，不也是为了立慈善家的好形象吗？若是真心实意的，怎么可能1个月只给我几千块，却给你几万块零花钱？平时你有名牌礼物，我却没有，我就只能捡你不要的。你爸妈给你准备了几千万的金银首饰，古董字画当嫁妆，你大哥给你准备了高档小区大平层，你3哥给你准备了毕业后的豪华超跑，还有你4哥5哥都准备了。他们明知道我和你是最好的闺蜜，为什么不愿意给我准备一份？我又不贪心，不需要跟你一模一样的东西，哪怕是一套大平层也行。可我什么都没有，你们傅家差那点钱吗？还不是因为觉得我不配，瞧不上我吗？你们这些有钱人就是自私自利，喜欢故意显摆。若是哪天我能成为豪门主母，我就能拥有你们所拥有的一切了。傅家人和温双趴在傅思彤卧室门口，傅思彤和叶翩然的对话，他们全都听到了耳朵里。祝屏幕前的你端午安康，岁月静好，人间皆安。傅思彤，我是有错，可这些年你把我当丫鬟使唤，你家人瞧不起我，你就没半点错吗？丢个包子给野狗还知道摇尾巴，养了10年的叶翩然却是个反咬一口的白眼狼。生米恩，斗米仇，傅家这次是真寒了心。贪婪的人总想要不劳而获，达不到自己的贪恋就心生怨念。知恩图报的人会将自己的路越走越宽，恩将仇报的人只会将自己的路堵死。傅家人修养好，暴脾气可忍不了。你不会直到现在还以为你没错，错的都是傅家人吧？是哦是哦，你物质虚荣，恶毒算计，忘恩负义，过河拆桥，坐享其成，还想一步登天。你拥有一身好品质，你真是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想上天。
我真想啐你一口，又怕玷污了我的唾沫。长得丑可以整，但心眼坏真是治不了。你，我什么我？眉目清秀你就占了前仨字，没母亲教养，就是这种小人嘴脸。管家，把这白眼狼给我送回孤儿院，从此刻起取消傅家对他的一切资助。小妹，把他从你那骗走的钱、奢侈品一笔一笔算清楚，我立刻找律师追回所有，一分不少。张律起诉叶偏然诈骗，金额巨大，往重了判。小妹，人生路上谁没踩过几块坏石头？叶偏然就是让你狠狠摔了一跤的那块，疼，哥知道，但这疼是成长的代价。你心地纯善，光明磊落，这是他叶偏然踢10张人皮也学不来的。这次就当是吃一堑长一智了。是啊，小妹别怕，天塌了有我们顶着，家永远是你的港湾。傅家人虽然都是炮灰命运，但不得不说，他们一家都还挺团结有爱的，不像别的豪门家族为了利益勾心斗角、手足相残，这种氛围我还是蛮喜欢的。七七，太好了，儿媳妇开始喜欢我们这个家的家庭氛围了，这是好的开始。1年后，就算儿媳妇没有喜欢上我们家老大，说不定也舍不得离开这个家，到时我认儿媳妇做干女儿也行啊。大嫂，叶偏然跟小妹决裂后，他以后的人生会怎么样啊？他还不上骗思彤的那些钱，会去坐几年牢。等他坐完牢出来，他会跟混混男友复合，两人经常因为钱闹矛盾。为了挣快钱，叶偏然去夜总会坐台了，但最后还是因为钱的事，他被混混男友在大街上乱刀砍死。看，原本该是思彤小妹的结局，天道好轮回，精准砸回叶偏然头上，报应从来不爽。爸妈、大哥大嫂、三哥，我想一个人静静。哎，小妹，大哥那条恒贵妃的内裤还要不？小周子我替你处理掉。小周子想去非洲挖煤了？傅桑榆没跟家人回去，那颗牵动他灵魂的小星星周甜甜，他打听到了幼儿园地址。漂亮阿姨，你的宝宝也在这里上学吗？甜甜，傅小姐，接近我女儿，你有什么目的？周先生，请给我一点时间，我有非常重要的事，必须单独跟你谈。我和你无话可说，甜甜，回家。爸爸，你这样对漂亮阿姨说话，好没礼貌哦。漂亮阿姨拜拜，不要生爸爸的气哦，他就是个冰块脸。其实看着周金墨冷漠转身，傅桑榆心脏狂跳，指甲掐进掌心。站住，周静默！他豁出去了，用尽力气嘶喊：你怀里抱着的你女儿是我生的，是我傅桑榆生的。傅桑榆，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疯了？这种弥天大谎也敢编？疯？你看我像疯了吗？这是我的头发，不信现在就带甜甜去做亲子鉴定。周静默，你敢验吗？周金墨深眸翻涌，震惊、审视，还有一丝傅桑榆看不懂的复杂。以他对他的了解，他不可能在没有依据的情况下说出这种不切实际的大话。傅桑榆，听说你跟萧景砚离婚了？周先生，你放心，我只想认女儿，对你本人没任何想法，更不会跟你争抚养权。我只求每个周末能看看她，陪陪她。傅桑榆以为周金墨听到他这样承诺，他脸色会好看一些，但没想到他面色愈发阴沉冷冽。甜甜，我的宝贝，妈妈终于找到你了，你会认我这个迟到的妈妈吗？傅桑榆内心微颤，将精心准备的礼物一一拿出，限量芭比、纯金小锁、闪耀的艾纱裙，满满一箱毛绒玩偶。哇，漂亮阿姨送的礼物，甜甜都超级喜欢。甜甜的眼睛亮得像星星，但抱着玩偶的手臂却下意识地紧了紧，仿佛想起了什么不好的回忆。漂亮阿姨，你为什么对甜甜这么好呀？傅桑榆心提到了嗓子眼，清晰地听到自己擂鼓般的心跳，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甜甜，因为我才是生下你的妈妈，我才是你的妈咪。空气瞬间凝固，傅桑榆屏住呼吸，甜甜眨巴着黑葡萄般的大眼睛，定定地看着傅桑榆，几秒钟却漫长的像一个世纪。她长长的睫毛缓缓垂下，小嘴轻轻瘪了一下。傅桑榆的心猛地沉到谷底。完了，他还不能接受。对不起宝贝，是妈妈太心急了。话未说完，大颗泪珠从甜甜脸颊滚落，甜甜吸了吸鼻子，带着浓重的哭腔，声音却无比清晰响亮。漂亮阿姨，真的是甜甜的妈咪吗？是的宝贝，当年有人把你从妈妈身边偷走了，对不起，
是妈妈没有保护好你。小甜甜像颗小炮弹，猛地扑进傅桑榆怀里，滚烫的泪水瞬间如湿了衣襟。呜呜，妈咪，甜甜好喜欢妈咪，第一眼看到妈咪就好喜欢。以前那个妈咪会凶我、掐我、骂我，还不许我告诉爹爹。原来因为她不是甜甜的亲妈咪。甜甜好想妈咪，甜甜怕这只是一场梦。小小的身体在他怀里剧烈的颤动。不是梦，宝贝，这不是梦，妈咪在这里，妈咪再也不会离开甜甜了，我的宝贝，我的甜甜。妈咪，妈咪。甜甜扬起小脸，挂着泪珠，却绽开最灿烂的笑容，一声声呼唤如同天籁。哎，妈妈的宝贝。傅桑榆真是的亲吻女儿的脸颊。就在这时，甜甜忽然看向门口，惊喜地叫出声：“爹爹，你来了！”傅桑榆循声望去，周金墨不知何时已静静站在门边，深邃的目光紧紧锁住相拥的母女，眼底是化不开的温柔与失而复得的悸动。看到傅桑榆望过来，他嘴角噙起一丝戏谑的笑，修长的手指点了点自己的脸颊。傅桑榆，我的吻呢？错过5年，傅小姐还要我等多久？周金墨，甜甜还在呢。哈哈哈，爹爹吃醋了。羞羞。对，爹地吃醋了，怎么办？爹地妈咪快亲亲。我们班小花说了，他爹地妈咪亲亲之后，他就有弟弟啦。甜甜也想要个小弟弟。你这小家伙哪里学来的？傅桑榆又羞又笑。周金墨低笑，宠溺地揉了揉甜甜的脑袋。现在的小孩都这么懂的吗？不过甜甜的愿望，爹地妈咪会努力实现的。好了，外公外婆、舅舅舅妈们都在楼下等着认他们的宝贝外孙女、小侄女呢，我们该出去了。楼下客厅，傅家所有人翘首以盼，目光灼灼地望向3人。甜甜，我的乖孙孙，我是外婆呀。哇，外婆好年轻，好漂亮呀，像妈咪一样漂亮。她的小奶音瞬间融化了傅妈的心。傅妈激动地拿出一个精致的首饰盒，里面是一条镶着剔透粉色小宝石的定制项链。外婆的宝贝心肝，这是外婆给你的见面礼。谢谢漂亮外婆。甜甜，我是外公。外公好。甜甜叫人，又好奇地看向傅爸身边气质卓然的傅思恒和明艳动人的温霜。甜甜，我是大舅舅傅思恒，欢迎回家，小公主。甜甜眼睛亮亮的看向温霜。哇，我知道，这是比电视里明星还漂亮的大舅妈。妈咪说大舅妈超级厉害，要不是大舅妈，甜甜就不能跟妈咪相认了。谢谢大舅妈。甜甜真乖，这是大舅妈送你的平安扣，保佑我们甜甜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哇，好漂亮，像绿色的小月亮，甜甜好喜欢。还有我呢，甜甜，我是你最帅的三舅舅傅兴洲。傅兴洲变魔术似的掏出一个最新款的玩具，以后三舅舅带你玩遍所有好玩的，好不好？好耶，三舅舅最好啦。甜甜欢呼着接过玩具，客厅里顿时充满了他银铃般的笑声。叶翩然的事让傅思彤备受打击，他成天关在房间里不出来，也不怎么吃东西。傅妈急得不行，她让平时鬼主意最多的傅兴洲想办法。妈，大哥出差了，我带大嫂和小妹出去玩玩，说不定他心情会变好。嘿嘿，大哥好不容易出差了，这么好的机会，正好可以带大嫂出去见见世面。18个男模的费用我全包了。行，你带好你大嫂和小妹，别带去乌烟瘴气的地方。遵命，母上大人。原本温霜要在家里睡美容觉，听到傅兴洲要带她去点男模，她内心一阵欢呼。还是三弟好，知道我喜欢什么，嘿嘿，18个男模，我来喽。傅兴洲正要伸手朝温霜嘴巴捂去，手伸到一半，才发现自己此举不妥。大嫂没张嘴，我听到的是她的心声。我是瞒着母上大人带大嫂和小妹去点男模的，这要是让母上大人听到了，还能让我们出门吗？果不其然，几人从楼上下来时，在客厅看到了手里抱着鸡毛掸子的驸马，以及站在驸妈身后的驸爸。兔崽子，你要带你大嫂和小妹去哪？妈，我知道分寸的，只是让大嫂过眼瘾，若她真上手，我会及时阻止敌。你们要去也可以，
只是你妈我也好久没有出去过了，你得带着你妈一起去。傅兴洲和傅爸当场愣在原地。何婉如女士，这是当我这个老公家和稀缺了吗？就在傅爸准备出声阻止傅妈一同前去点男模时，温双的心声传来。哈哈哈，难怪婆婆要一起去点男模，原来是昨晚跟公公闹矛盾了。儿媳妇，快别说了，思彤小妹的事让婆婆心疼又上火。昨晚她失眠睡不着，将睡着了的公公从床上揪了起来。婆婆说几个孩子都遗传了公公的恋爱脑，没一个脑子正常的，她心力憔悴，当初就不该生那么多的。公公委屈地安抚婆婆情绪，婆婆一脚将她踹到床下，让她不要挨着她睡。公公只好抱着被子在地上打地铺。唉，生那么多孩子，其实也不能怪公公婆婆，实在是婆婆年轻时是易孕体质，婆婆又不喜欢公公带小雨伞，有时很小心了，还是中了标。天啦，怎么那种事儿还能看出来？我的老脸快要保不住了。后来还是公公主动去结扎，才没有生下第7胎。我真佩服我婆婆，能生这么多不省心的娃。我若是公公的话，肯定主动给婆婆送上18个男模，让婆婆开心。哈哈哈，还是儿媳妇会说话。大儿子，你怎么就出差了呢？爸，你放心，我会看好妈、大嫂还有小妹的。造孽啊！看来以后我要多保养了。50岁不到就被老婆嫌弃了。傅兴洲当司机，开车带着3个女人前往男模众多的白马会所。温双穿过来后，还是第一次来到这种场所。天哪，这么多帅帅的小郎君，我眼睛都快要看不过来了。不行不行，克制住啊！我现在还是已婚状态，不能做小黄人啊！不，我跟臭脸相公只是塑料夫妻，我黄一点肿了。傅妈默默点头，这不比家里的死老头香吗？天天对着这些小帅哥，真是快活似神仙。就在这时，傅妈看到了几位熟识的豪门太太。那不是汪太太吗？几年前她老公因意外过世，葬礼上她吞安眠药，想要陪她一起离开，后来被她女儿拉住，才救回一命。没想到她现在看开了，也出来找男模了。温双眯着眼睛朝傅妈所指的那位汪太太看去一眼。那位汪太太不是什么好东西，她压根不爱她老公，就盼着她早点过世呢。难不成汪太太丈夫的死不是意外？汪太太和她的拉丁舞老师偷情，被她老公发现了，于是2人一不做二不休，合伙将她老公推下了楼。后来汪太太为了将拉丁舞老师留在身边，将他介绍给了她女儿。如今那位拉丁舞老师成了她女婿，2人还时不时偷情呢。这么炸裂的吗？汪太太的女儿和丈夫真是无辜又可怜呢。不过汪太太女儿也不傻，她答应结婚是因为对父亲的死有所怀疑。她现在已经掌握了证据，很快就会曝光汪太太的恶劣行径了。还好，不像我家女儿那般恋爱脑。